大家好，我是扫地僧。你有100万现金，但你有见过100万的现金吗？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做 Cash is king。当每个人都教你不要投资，告诉你现金就是王道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你以为这样就是安全的吗？恰恰相反，这个才是最恐怖的阴谋。大家可能已经听说了，有一家美国排名第16的硅谷银行，只花了短短48个小时就倒闭了。银行倒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你知道你跟银行是什么关系吗？今天你把钱存进银行，你其实就是银行的债主，他是欠你钱的，所以他才要给你利息嘛。而现在他倒闭了，就是告诉你没有钱要还你了，也就是你辛辛苦苦打工一辈子的钱，如果存在了一家银行里面，那现在倒闭了，你的钱就会没有了。有人就说了，美国政府有担保，最多会赔给你25万美金嘛。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政府告诉你不用怕了，今天你存了25万美金进去银行，就算这家银行倒闭了，我美国政府呢也会赔你25万美金的。但是呢，如果你存了100万美金，那没有办法了，他也只能赔你25万美金。所以一般人连25万美金都没有的话，其实都不需要担心的，担心的都是那些有钱人罢了。而且现在美国政府为了避免集体的情况，就是每个人都去硅谷银行取钱出来，所以他就答应了，这担保呢是没有上限的，你存100万，美国政府我就赔你100万，1个亿我就赔你1个亿，就是你存了多少钱我都会赔给你，这样就不用怕了吧？说实话，我怕了。政府呢是可以救第一家出问题的银行，但是如果有100家银行都倒闭的时候，难道政府都有足够的钱去救吗？08年金融危机告诉我们，不会的。雷曼兄弟呢，只是第2家出事的机构，第1家出事的机构呢，政府是真的救了，但就是没有救雷曼。而且现在面临的是已经有183家银行有倒闭的潜在风险了。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事情呢，只是发生在美国，你住在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等等，这跟我无关啊。但真的是这样吗？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全世界有无数的人都不认识雷曼兄弟，但全世界无数的人都去跳楼了。因为就像骨牌一样，你前面的牌倒了，整个金融体系就会跟着崩溃，投资的血本无归，上班的也不要说被辞退了，因为公司都没有了，倒闭了。而这件事情呢，只是过了15年，离我们这么近，难道我们都忘了吗？今天连这一家跟大象一样的银行说倒闭就倒闭的话，我们还可以装看不到吗？而最扭曲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一家银行在倒闭之前，竟然已经提前把员工的薪水、股东的分红都发放了。这家银行所有的亏损呢，都由美国政府来保底。而你会发现，这似曾相识啊！08年的时候，真正刺破金融危机的那些美国资本家，反而得到了最多的补贴，也就是说，钱他们赚了，倒闭的时候由政府来买单，而因为倒闭所触发的金融危机呢，就是由每一个民众来买单。你真的还觉得跟你无关吗？所以我自己最关心的是，当没有人可以帮到我的时候，我怎么样才可以自救？我的钱应该去买什么样的资产？而最近我反而在危机里面看到非常多的机会，我会把我整个投资布局的思路都毫不保留的分享在这部影片里面。你预期呢会非常的详细，因为所有的细节你必须要耐心的理解，你才会有机会逃过这次的危机。这些吃力又得罪人的事呢，如果连你都不为我点赞撑腰的话，那么以后我不做就没有人做了。而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有这个志向，你可以跟其他接近50万的兄弟姐妹一样，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首先，我们一起回到08年，先看看当年华尔街那些资本家到底是如何收割韭菜的。这你不能理解的话，这一次你的身价很有可能跟当年那些跳楼的人一样，被无形的蒸发了。第一件事，你要带入角色，想象一下，你是一个非常贪婪、为求目的不择手段、只顾利益的银行资本家。所有普通人在你面前呢都是傻子，你玩弄他们呢就好像斗鸟一样。当时有很多年轻人连大学都不去读，就在家里面的车库创业，最后他们成功的逆天改命，创造了很多改变世界的产品，比如说英特尔、戴尔电脑等等。所以不但这些人变成了亿万富翁，很多跟互联网相关的公司，他们的股票都暴涨，股市呢就进入了大牛市。就是一个普通人闭着眼去买股票都能够发财的年代。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银行家，我不懂发明什么像 Facebook 一样的程序，也不懂弄一个苹果手机出来。以前我赚钱的方法呢，就是你们把钱存进我们的银行，所有的钱都可以让我随意的调动。我即便每年赚个1%的回报，我100个亿，每年也赚1个亿。可是现在你们这些穷人找我借钱去创业炒股，然后都发财了，那我就只能赚那么一点点的利息，这怎么可以呢？整个金字塔都要颠倒过来了，所以是时候弄一个局了。我现在从低价买入大量的房子，然后我把你们存在银行的钱都借出去，什么意思呢？以前只有有钱人才可以买得起房子嘛，我为了让这些有钱人向我借钱，我只能收他们2%左右的利息。那现在我要让街上的扫地阿姨、在舞厅工作的小姐，这些收入比较低或者不稳定的人都可以买得起房，他们不需要任何的首付就可以向我们贷款。今天你想要买100万美金的房子 ，OK， 你直接拿走，我直接付钱给你。条件很简单，你每年付我10%的利息就好了。也就是说，我去放高利贷，让你们都去买房。那么高利贷为什么也会有人借呢？我问你，如果房价每年涨1倍，100万美金变成200万，你一年就赚100万，而你的成本只是10万的利息，那这笔交易你愿不愿意做？这个就是当时的情况。刚才说了，很多互联网初创的公司都爆火了，很多人都发财了，这带动楼价、股价都在上涨。但这还不够，当这些收入不稳定的人都一起买房的时候，你觉得房价会怎么样呢？更加疯狂上涨嘛。而且扫地阿姨，今天你跟我借钱以后还不起，其实也没有关系的，你可以像信用卡一样以债还债嘛。所以当时美国很多露宿街头的人都摇身一变，手里面握着几把钥匙，甚至说只要你是一只小狗，都可以用你的名义去买房，所以房价瞬间的推高，而我就可以在最高点慢慢的卖出房子，这个就是我赚的第一笔大钱。但是问题来了，虽然说有10%的利息回报，但借钱给这些收入不稳定的人，当我大举卖出房子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接盘的话，房价就会下跌啊，那我这些借出去的钱不就收不回来了吗？我一个银行资本家本来就家财万贯了，如果我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么大的风险我干嘛要去赌啊？所以我就把这些债务都打包了，卖给普通的老百姓。什么意思呢？我放高利贷每年有10%的利息嘛，那么我把里面的6%的利息弄成一个衍生产品，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债券。这债券呢，我可以保证每年会有6%的回报，很吸引，对吧？但你一个普通人会不会去买呢？不会的，因为你知道这6%的回报都是那些扫地阿姨给你的，所以这债券是比股票还要高风险的，对不对？ OK， 那我把债券里面的成分搅拌一下，我把这些扫地阿姨还有那些企业家、律师的高收入人士混合在一起，告诉你这一帮人一起不还钱的几率呢是非常的低的，而且房价还在上涨，对吧？所以只要你去买我这6%的债券，基本上是稳赚的。 OK， 以前普通人存银行买定期，回报率最多也只是3%左右，现在告诉你有一个稳赚的债券，你们是不是都会抢着去买啊？所以当时希望认购这些衍生产品的人呢就非常的多，这产品就是鼎鼎大名的次贷。那买我产品的客户我找到了，经销商还没有找到，于是像雷曼兄弟这样的投资银行就主动的上门找我，他们希望我可以把这次贷的产品让他们来卖，他们答应。比如说这个次贷产品价值1060个亿，那他们不管卖不卖得出去，他们都会先把这1060个亿付给我，也就是说就算卖不出去，我都已经有着1060个亿了。所以当年雷曼兄弟就承包了这1060个亿次贷产品，在市场上卖给群众，每一笔的交易呢，他们都会收取2%的手续费。那么这看似一个4赢的局面，你扫地阿姨买房赚钱，你雷曼兄弟赚2%的手续费，你群众每年收6%的利息，而我房价赚了钱，利息赚了钱，经销商也赚了钱，对吧？我笑了，大家都赚钱有什么意思呢？每个人都有钱，那我还有什么可以支配你们的权利呢？所以当房价被我们不断推高的时候，我们就在最高点的时候把我们从底部购买的房子都卖了，我钱赚够了，那我就直接掏出一根针，把这房价的泡沫都刺破。这时候房价暴跌，所有人的资金链都断裂了，唯独我这银行资本家可以独善其身。
而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因此而出现的。你可能会问，这些银行家弄到全世界那么多的人家破人亡，难道就没有什么处罚之类的吗？最起码都要坐牢或者是没收他们的资产吧？答案是还真的没有。此时此刻，银行家还喝着红酒开 party 呢。而我告诉你，不但设局的人过得很好，连那些经销商，就是把次贷卖给群众的投资银行，他们也没有什么处罚。比如说第一家面临倒闭的贝尔斯登，政府救活了他，给了他290亿美金的援助。他们的前董事长下台的时候呢，也拿了6000多万美金的薪水。其他的投行也一样 ，AIG 公司呢，政府给了他1700多亿美金作为援助。这些投行的 CEO 大部分都拿到了1000万美金的薪水。而大家认为最惨的倒闭的雷曼兄弟呢，他们的 CEO 甚至获得了3000多万美金的薪水。而且这个人在雷曼倒闭之前，提前把公司的股票都套现了，卖了差不多5个多亿美金。你看出来了吗？富人与富人之间都是一伙的，设局与操盘的人不但赚了钱，还得到了政府的补贴。所以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能够指望的只有你自己，你只能自救。为什么我和我的弟子可以年赚7位数美金呢？因为我们在玩的是一个 YouTube 有25亿人，每人给你1块买你的产品，你就会有25亿的生意。就算你只有1万人，但每人给你100，你都会有100万。能够听懂吗？自救就是加入富人的圈子，而方法就是透过互联网比病毒传染速度更可怕的特性，去打造一个自动化为我们赚钱的机器。我们根本不需要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特定的时间，甚至没有任何的成本，不需要去囤货、请员工、租场地。每赚到的100万美金呢，都是我们的收入。当我们搭建有一个系统，就会自动化的有人付钱给你，自动化的收钱到你的钱包。我们要做的就是环游世界、看 Netflix， 还有买房出租。那到底是怎么做到呢？如果你希望成为我其中一位弟子，什么都不用说了，我准备了一个价值300美金的2023年自动赚钱生意培训营。但是现在只要你有订阅我，为这部影片点赞，那么不需要300、200、100，甚至连1块都不用，完全免费的把我的商业机密私下传授给你。你只需要毫不费力的点击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报名，就可以获得我所有的成果。那么2023年都过了1/4了，你是继续不断的在拿命去换钱的轮回呢，还是成为我的弟子，跳出舒适圈呢？我希望你尝试了，哪怕失败，你也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对吧？好了，那这一次硅谷银行到底为什么会倒闭？首先，虽然这家银行的规模非常的大，但是美国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家银行，因为它的客户不是说散户，不是说一个普通人有100块美金的身价就可以到他们那边开户。听名字就知道了，它的客户主要是高科技的企业。当这些企业的老板一开始还在创业的时候呢，硅谷银行就会帮他们做贷款、融资什么的。然后当这些企业做到了以后，这些银行就可以吸收这些企业的存款。也就是说，方便你去理解，普通银行可能有1000万的客户，每个客户存1块，它就有1000万。而硅谷银行呢，它可能只有100个客户，但是每个客户都存10万，所以它也有1000万，能够理解吧？那这家银行是不是跟08年一样，搞了一些次贷产品，然后拿出去卖来赚钱呢？不是的，这家银行本来是非常安守本分的，只是做传统银行要做的生意，就是把你存进来的钱借出去，收取利息。他赚的本来就是利息差的生意。但是问题来了，20年疫情的时候，美联储无限的印钞，不断的大放水，几乎就是告诉你借钱就是没有成本的。那些科技公司的股价呢，就瞬间的暴涨。所以这些公司在硅谷银行的存款也翻了几倍，钱多了，我如果不把这些钱借出去，这些钱就是我的成本。而在疫情经济差的时候呢，就算利息很低，找银行借钱的人也没有报复式的增加，所以硅谷银行的生意就不太好。于是他就索性不把钱借给普通人了，而是购买了大量的美国国债，相当于把钱借给政府。本来这是一个非常稳妥的资产配置，对吧？但2022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美联储就宣布直接升息了。升息代表是什么？代表外面的利息比你美债的利息还要高啊！那所有的人都不去买美债了，这就导致了美债的价格大幅的下跌，硅谷银行直接就亏钱。
不止这样，升息更代表了冷却市场。以前我们做生意和投资，借钱的成本很低，现在借钱的成本高了，那我们都更不去借钱了，所以就没有那么多的人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Google、Twitter、Facebook、Tesla 这些大企业都要裁员几万人呢。那这些大巨头就要从硅谷银行抽走大量的现金存款来自保，这时候硅谷银行投资项目亏钱了，同时他的客户大量流失，而且这些客户还催着你把钱吐出来。所以最后硅谷银行的资金链断了，他们不得不砍手，把自己亏损的美债都卖了，拿去还钱。最傻的一件事呢，就是他还对外宣布要卖自己公司的股票去筹集资金，这相当于狼人杀里面的自爆狼人，而且自己还不是狼王，能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傻子都知道了哦，这家银行没有钱了，没有现金流了，那我的钱放在你们这边肯定是不安全的啊，那我还不赶紧去跑吗？结果就是那些存户都跑去这家银行排队，进行了挤兑，把存在你硅谷银行的钱都取出来了，这下就完了。在当天他们的股价就暴跌了60%，美国的4大银行也跟着一起暴跌。那么我常说的那些散户仿佛呢就看到了机会，跑去抄底这家银行的股票，结果第二天开盘之前再暴跌了60%，后来甚至直接退市了，倒闭了。那怎么办呢？美国政府出来买单了，为了不让那些存户来取款，政府就保证你存了多少钱就能够拿到多少钱。同时呢，硅谷银行所有的亏损都有政府来承担，你投资亏了30亿，我就给你30亿。在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 CEO 股东没有一个是需要出来负责任的，薪水呢就照拿，分红呢就照收，对吧？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有一个到处纵火的小屁孩，他不仅仅是伤害自己，而且还可能会烧到整个城市。而这小屁孩呢，就是这些银行，政府会注资给他们，真正的目的呢，不是为了救他，而是为了救其他住在城市里面的居民罢了。那么，如果你看到一只小强，说明了房间里面已经到处都是了。今天第一个小屁孩出现了，还有180个潜在会倒闭的小屁孩等着出场。到底美国政府是不是每一个都可以救呢？有那么多钱吗？所以这次硅谷银行倒闭会不会导致像雷曼兄弟一样的结果呢？我的答案是关我什么事啊？我只要结果，不管它倒闭与否，只要我能够通过这件事来赚钱，我的财富不会被掠夺走就 OK 了。为什么说这次可能是我们人生少有可以赚大钱的机会呢？之前的影片已经详细的解释了美联储是如何通过升息让美元走强，推倒全世界资产，从而收割世界的。你去看去年的斯里兰卡破产，到英国养老金暴雷，再到瑞士信贷暴雷，再到最近的黑石债务违约，这些都是美国那些银行资本家最好的时机，用已经升值的美金去购买全世界贬值的资产。只不过升息这把火呢，已经慢慢烧回美国本土了，所以才有硅谷银行倒闭的事件。虽然我们说硅谷银行跟雷曼都是资不抵债而倒闭的，但是雷曼持有的是次贷产品，是那些扫地阿姨的欠债，而硅谷银行是美国国债，属于比较优质的产品。只不过因为美联储升息而暂时的下跌，所以美联储只要不升息或者是降息，就可以解除这次的危机了。而3月23号的时候，美联储的主席终于宣布了，未来如果需要新的打压通胀的政策呢，他们不会优先考虑升息了，而是使用其他的方法。这就意味着美国持续1年的升息潮接近尾声了，也就是说美元开始走弱了。那赚钱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只需要购买跟美元相反走势的产品就好了。而第一个产品就是比特币。之前的影片我教大家从5万美金做空到1.9万，很多兄弟姐妹都截图回来跟我报喜，这些证明呢我铺在 IG， 现在就不多说了。而为什么我要大家关注比特币呢？因为比特币真正就是跟美元走势相反的产品。大家看比特币，它紫色50天平均线已经突破了黑色200天平均线，代表了比特币它已经脱离了下跌的趋势，它已经进入了长期上升的阶段。我们看之前我所说，绿色这一条线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支撑线，只要跌破这一条线，只要比特币跌破了29500美金，我们就可以做空比特币。结果就真的几天的时间就跌到了19000美金，我们瞬间利润翻了倍。而现在比特币涨回来了，它又重新回到绿色这条线的水平。这次这条线不再是支撑线了，而是压力线。大家看，比
比特币已经在$29,500这个地方横行了，代表着像蓄力一样，准备有一波的走势。我们说它会涨还是会跌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它不能够突破这条线，我不买就是了。但是如果它突破了这条线，我就会直接跟着去买，把止损设置在$29,500左右，那么我的利润最少也会有$10,000左右。大家能懂我的意思吗？而第二个投资品就是黄金。在去年很多地缘冲突的时候呢，我叫我妈买了大量的黄金去避险。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过黄金是跌还是涨，因为我买黄金的目的呢不是投资，是避险。而那个时候就是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是购买实体的黄金的。我买了之后，除非战争或者是金融危机出现呢，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卖的。具体的思路你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那我买的时候，当时黄金的价格是$1,700，后来都跌到了$1,600，那我无所谓对吧？我又不卖。而过了8年左右呢，现在已经涨到了$1,900。很多人去解释黄金会大涨，是因为硅谷银行和瑞信银行出问题了，所以就引发了避险的情绪。其实各位，真正推高黄金价格的是全球中央银行都去大力购买黄金了。去年全世界的中央银行，他们就偷偷买进1136吨黄金，打破了55年以来记录。我们的国家都在底部抄底了，而真正的大涨就是在今年的时候，全世界国家还在不断增加黄金的储备，光是1月份就净买入了77吨，而中国呢更是连续4个月增持了黄金，代表什么？代表了各国都不想要被美元霸权了，纷纷买回黄金。那我们看图，黄金紫色50天平均线已经突破了黑色的200天平均线，代表了黄金已经进入了长期上升阶段。而我们可以发现，黄金每一次只要涨到$2,000的时候，都会掉头下跌的，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压力位。那作为投机的话，我会等到黄金突破了$2,000之后才会购买，因为它上面是没有压力位的，代表着没有沽货的压力。而且只要等到美联储宣布降息呢，美元就会正式走弱，那黄金很有可能会成为今年最赚钱的投资品之一。如果你想要投资黄金，建议去选择黄金的 ETF、黄金的基金或者是金条、金币等等的金融产品，而不是去买金饰。具体的原因真的去看我之前的影片。而第三个投资品呢，就是投资自己的脑袋。人的大脑里面呢，有1000亿的脑细胞具有记忆和储存功能的，而每一个脑细胞就相当于一台超级的电脑，而这1000台超级的电脑呢，就装在你的身上。可惜的是，人的眼睛是朝外看的，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看到这些财富。但是幸运的是，其他人也看不到，没有人会知道你经历过什么，不知道你究竟读了多少书，走了什么样的路，掌握了什么样的技能，想要做多大的事业，有什么样的计划，而这些才是真正属于你真实的存款。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这不应该就是拿自己宝贵的时间来换钱，而是要去想办法让自己变得值钱，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必须可以去看到时间过去以后的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单纯为了钱去出卖智商，是这世界上最蠢的事情。你为了脖子以下，居然把头丢了，最终活成了2只腿和2只手唯命是从的工具人，而被动的活着，只会让你的处境更加危险。资本家的目的呢，就是如此，把人养成只能依赖他们生存的废物。那么，即便现实情况真的如此残酷，你其实也要想办法去踩着他们往上爬。没有人可以阻挡你往自己的脑袋输入什么样的智慧，脑袋才是你最赚钱的资产。选择大于努力，赚不赚到钱永远跟趋势有关。当年第一批下海创业的人赚钱了，第一批买房的人赚钱了，第一批做电商买比特币的人赚钱了。当你投资你的脑袋，你就会看见趋势。你不存在说你怕经济危机，你怕失业，因为在我们的眼中，到处都是赚钱的项目和机会。而真的，今天如果你跟当初的我一样一无所有，你必须要借势取势。比如说你喜欢打游戏，那你就把打游戏的过程录下来，做成讲解，你就对着电脑说话，就像我现在一样不露脸，然后把影片放到 YouTube， 只要有人点击你的影片，你就可以获得广告费。而当大多数的 YouTuber 的玩法是把粉丝卖给其他商人的时候，我和我的弟子做的就是建立一个像 LV 一样的品牌。为什么很多的素人都可以在网上卖那些 NFT 卖得这么贵，还可以卖得那么多呢？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做了一辈子的生意，甚至有一些艺人在演艺圈兢兢业业，到头来他们在拍影片放到网上，
赚到的钱比他们之前所赚到的钱的总和还要多呢？比如说刘畊宏、陈亦儒，就是因为他们抓住了自媒体这趋势。而你真正要的是一个无论在自媒体又或者在创业领域都有结果的师傅，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减少很多自我摸索的时间，不需要慢慢的去学写内容、演讲、SEO 设计、剪辑、标题、营销、变现等等的技能。而这些呢，是我可以给予我弟子的，我会把它总结为一个系统，让你直接去复制和套用在自己的身上。你只需要听话照做，还有灵活的变通。我会直接告诉你做什么、怎么做。如果你有兴趣成为我弟子的，一定要在影片描述栏上的第2条链接走进我们创业商学院的大家庭，我会永久带着你在里面创业。而现在我还会提供最后的前期优惠，还会额外送赠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会籍。你除了可以听我们团队拆解100本书以外，我本人还会教你不定期的财富自由课程。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几千人的 Facebook 精英群组，我会在里面分享真正第一手赚钱的资讯。而我们马上就会取消这些额外赠送的东西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金融危机呢，其实不可怕，可怕的是它来到的时候，你不但不能够把握里面的机会，你甚至什么都不做，沦为被收割的韭菜。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接下来每周四8点30分，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